Welcome to 北海道，都係手頭地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Hello， 大家好，我係湯圓爸。咁咧嚟到2025年第一次拍片，咁今次咧就唔係拍外景嘅，又係一次講經會啊！啱啱過咗呢個2024年啦，咁其實呢個2024年咧，對於我哋湯圓家嚟講咧，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年嚟嘅，可以話係人生嘅轉捩點啊！咁所以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回顧一下呢個2024年發生咗嘅一啲經歷啦，同埋分享下咧我哋移居北海道嘅歷程同埋經驗。好，咁今日咧嘅講經會要開始啦！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咧，就快啲訂閱返啦！仲有唔記得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啊！由湯圓爸媽主理嘅 Go to 北海道 Travel 正式上線啦！如果嚟到北海道旅遊有需要機場接送、包車或者訂製行程計劃等等嘅話呢，就可以上返我哋嘅網站 www.hokkaido.com.hk 瀏覽詳情啦。好，咁首先啦，2024年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咧，就係湯圓爸已經拎到呢個日本嘅永住權啦，即係居留權，耶！咁大家咧應該就會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會話係湯圓爸？咁湯圓媽又冇份咩？呢個問題咧，我稍後都會同大家去解答呢一個疑問嘅。反而啦，我覺得大家最想知道嘅咧，應該就係我究竟用咗呢個幾耐嘅時間先至拎到呢一個日本嘅居留權。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哋之前嘅一啲舊片啦，2年前我都拍過咧一部影片咧，就係同大家分享呢個日本嘅常見嘅移民方式啊。咁如果大家係想對日本嘅移民方法咧有多少少了解嘅話咧，咁不妨都可以睇翻我哋呢條影片。回到正題先，咁一般嘅情況之下啦，要申請呢個日本嘅居留權咧，其實最基本嘅條件就係要連續喺日本生活夠10年以上，當中咧簽證咧係唔可以有呢個斷續嘅。好似我咁啦，20幾年前咧就喺日本咧留學住咗8年，之後翻香港做咗幾年嘢，再翻過嚟又做多幾年嘢。咦，咁咪夠晒數？咁其實咧就唔得嘅。留學之後啦，我翻咗香港做嘢啦，咁其實即係代表我個簽證已經係斷咗噶啦嘛。咁所以啦，就算我之後翻過嚟日本做嘢，或者係投資開公司都好咧，咁都只可以係重新計算過呢個年期嘅。湯圓爸啦，就喺2022年先至再由香港過嚟北海道嘅啫。咁點解又可以喺2024年就拎到呢一個居留權呢？頭先啦，我都有講過，就係原則上係需要坐10年嘅移民監嘅。咁但係日本咧就有部分特殊嘅簽證類別咧，係可以俾大家大幅度縮短呢一個移民監嘅年期嘅。咁亦都係咧，我今日準備同大家分享嘅呢個高度專門職簽證啦。咁所謂嘅高度專門職啦，即係高度人才或者我哋叫專才簽證啦。而佢同一般嘅工作或者投資簽證又有咩唔同呢？而申請呢一個簽證又有需要啲咩資格呢？咁我今集就會用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湯圓爸咧就喺2022年啦，疫情之後咧就以一般嘅工作簽證嘅身份咧就過咗嚟北海道嘅。當時啦，我其實就已經夠條件申請呢一個高度專門職嘅簽證㗎啦。不過我哋公司咧就話想睇定少少先至幫我轉，所以咧就用咗一個一般嘅工作簽證幫我同湯圓媽過嚟先。咁而湯圓媽當然就係配偶嘅簽證啦。而我啱啱所提到嘅所謂嘅條件又究竟係啲咩呢？咁大家咧就可以睇住呢個表，
咁我就會用呢一個表格咧嚟同大家作出説明嘅。咁呢個高度專門職嘅簽證咧，主要就分為3個種類嘅。第一咧就係高度學術研究分野啦，第二高度專門技術分野，第三高度經營管理分野。咁第一個嘅學術分野咧，主要嘅對象就係為一啲大學嘅教授啊，或者係教職員嘅工作嘅分野啦。咁相信咧為數係比較少，咁我就唔會喺今集就作出詳細説明嘅。第二嘅專門技術同埋第三嘅經營管理咧，就係比較熱門嘅簽證選項。而我自己咧就係用呢一個高度專門技術分野嘅高度專門職簽證咧，去成功取得呢個居留權嘅。咁所以咧，我會主力咧就去講解呢個部分嘅簽證。咁佢哋呢個高度專門職咧係以計分制去睇申請人就符唔符合呢個簽證嘅要求嘅。咁只要總分咧達到70分或者以上咧，就可以申請呢一個高度專門職簽證㗎啦。而計分項目方面咧，咁我哋首先就由最頂嘅學歷開始睇啦。喺學歷方面，不論國家，如果你係有博士學位嘅話，就會有30分；碩士學位嘅話就20分；一般嘅學士學位咧就10分嘅。咁學歷啦就只會計算最高學歷，分數咧就唔會重疊上去嘅。但係如果各位嘅學位咧係唔同嘅區域範疇嘅話咧，咁就可以另外加多5分上去嘅。咁之後咧就到職歷啦。呢一個咧都算係送分項目嚟嘅，根據翻自己嘅在職年數去計算翻呢個分數嘅。咁職齡10年以上咧就20分啦，7至9年有15分，5至6年有10分，3年以上咧就5分嘅。不過要注意一點咧，就係要同自己申請簽證嘅工作範疇一樣，例如做咗5年 sales， 再轉行做5年 IT 嘅話。咁假如大家嘅簽證係申請 IT 嘅分野咧，咁職齡咧都只會計你5年嘅啫。咁然之後咧就係年薪啦。高度專門職嘅年薪起薪點咧就為300萬日元，咁即係對翻港紙咧就大概有15萬左右啦。咁平均月薪先至12000蚊，哇，好易達標啫。咁相信好多人都會咁諗，但查實呢一個年薪咧係日本公司俾你嘅薪水，並唔係計你以往喺香港拎到嘅人工啊。而根據日本國稅廳2023年度嘅調查，日本人嘅平均年薪咧係458萬 yen 嘅。咁相信申請得呢個高度專門職簽證嘅話，點都會過呢個最低限額呢個數嘅。只不過得300萬年薪咧就冇分加嘅，因為大家咧就要根據翻自己嘅年齡啦，再對翻呢一個年薪表咧去睇下自己嘅人工可以拎到幾分。咁或者俾個概念大家啦，600萬 yen 年薪嘅日本人咧，可以話已經係一啲部門嘅經理級數嘅小康之家嚟㗎啦。咁我覺得咧呢一 part 咧都係搶分嘅位置嚟嘅。咁啊人工高，自然就可以攞高啲分數啦。再之後咧就係年齡啦，年輕就梗係有本錢啦，所以理所當然地咧越後生咁個分數就會越高嘅。如果申請人年齡咧喺29歲或者以下咧就有15分，30至34歲咧就有10分，35至39歲咧就得翻5分嘅啫。over 40歲咧就唔好意思啦，就冇分嘅。咁啊，所以咧越早申請咧就對自己越有着數。跟住落嚟嘅咧就係一啲額外嘅加分嘅項目啊。例如一啲自己有做過一啲特許嘅發明品啊，或者一啲受政府認可嘅實績啊，或者發表過一啲被認可嘅學術論文啊，或者係受日本嘅行政機關或者法務大臣認可嘅同等實績等等啊。咁我覺得咧呢幾項咧就一般常人都幾難攞分下嘅，咁啊所以就唔作多講啦。咁但係另外咧，值得一提咧，就係佢哋職業嘅關聯資格啊。咁啊，大家如果係喺日本或者海外
有自己嘅工作分野嘅相關資格或者牌照嘅話咧，咁啊大家都可以不妨嘗試提出嘅。如果大家係喺日本擁有一啲特殊嘅資格啦，最多就會加10分；而海外嘅資格咧，咁最多就會加5分嘅。如果大家係喺日本嘅大學畢業嘅話咧，又可以加10分喎。另外一點就係日文能力啦。如果大家係考過日本語能力試驗 N1，而且有合格嘅話咧，就有15分嘅；而 N2 合格咧，亦都會有10分。另外，只要喺日本政府認可嘅大學 list 裏邊畢業咧，都會額外加10分嘅。咁最新嗰個 list 裏邊啦，香港嘅話咧，港大、中大、城大、理工、科大都係有分加嘅。咁呢一個咧都係搶分嘅位置嚟嘅。咁就最後2個額外加分嘅咧，就係工作範疇係喺日本嘅政府重心發展項目或者佢哋嘅認可嘅特定範疇上啊。咁相信呢一個都係比較少數可以攞到分嘅項目，咁我所以都係就咁帶過就算啦。咁因為咧，其實靠以上幾個大項目咧，好大機會都已經攞到合格嘅70分。咁而湯圓巴我自己申請呢一個高度專門職嗰陣時咧，其實就係超過100分嘅。咁其實個分數太高分都冇咩用嘅，因為其實最主要睇2個位置嘅啫。一係咧就係夠70分，咁一係咧就要砌夠80分。咁點解咧？70分以上咧，只要喺日本居住滿3年咧，就可以申請呢個居留權啦。而80分以上嘅話咧，只要喺日本住夠1年就可以申請居留權。咁聽到嚟呢度，咁大家就應該會知道點解湯圓巴可以咁快就拎到呢個日本嘅永住啦。冇錯，咁我自己咧就用工作簽證嚟到北海道啦，半年後就換咗做呢一個高度專門職簽證。咁而高度專門職呢個簽證咧，住夠咗1年咧就可以申請日本嘅永住權啦。如果由高度專門職簽證開始計咧，我自己咧就用咗1年半就已經攞到呢一個居留權啦。咁申請呢個永住嘅審批時間咧，又會因應日本各個地區有唔同啦。聽聞啊嚇，響東京用同樣嘅高度專門職簽證去申請永住咧，由申請去到批出呢個永住咧，最快都要16個月嘅時間。咁呢一點咧，都係大家需要注意翻嘅地方嚟嘅。最後咁，我又講下呢個申請永住嗰陣時有啲咩要注意啦。咁例如究竟需唔需要考日文啊，或者見移民官啊，咁呢啲問題咧，其實都非常之常見嘅。咁首先啦，咁我覺得咧，大家最重要嘅一個位咧，就係交文件。咁文件上面咧，最重要都係睇大家咧有冇喺日本交足稅。咁啊，一定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欠稅嘅，亦都唔好有任何嘅犯罪記錄。就算呢啲所謂揸車超速啊，或者係違泊呢啲罰款咧，都係絕對會影響到呢個審批嘅結果嘅。之後咧就會係一個資產嘅證明啦。大家最好咧就喺日本有一啲房地產物業咁樣嘅固定資產咧，就會比較好嘅。不過咧我自己又冇啦，因為我哋都係住呢個公司嘅宿舍嘅。但係我就另外俾咗香港嘅存款證明佢哋啦，因為我日本啦就冇太多嘅固定資產喺呢邊嘅。咁雖然啦就唔知有冇幫助啦，但係我哋都照交咗上去先。然後咧就等咗半年，咁去到年中嗰陣時咧就有消息就話批咗啦。即係結論嚟講啦，其實冇需要考驗大家嘅日文，都冇需要見任何嘅政府嘅職員，只要交齊文件，基本上咧就係坐等結果嘅啫。咁當然用呢一個方法拎到居留權咧，就只有申請人本人啦。湯圓媽咧暫時都只可以係用一個配偶嘅身份留喺日本嘅。但係永住者嘅配偶同一般工作簽證嘅配偶相比咧，永住者嘅配偶係冇任何嘅就勞限制嘅。咁即係代表咧，湯圓媽咧都可以無條件地喺日本度做嘢。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差別嚟嘅。講咗咁耐啦，
都係講緊打工仔。咁如果大家係打算自己做老細嘅話，又可唔可以用呢一個高度嘅專門職簽證呢？當然就可以啦。咁就係頭先一開頭提過嘅第3種類嘅高度經營管理簽證啦。咁其實咧計分嘅方法都係大同小異啦。不過年薪同埋呢一個年齡咧嘅計分方法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佢哋要求嘅年薪啦就會更加高，同埋職位嘅要求亦都相對係比較嚴格嘅。咁如果大家係自己開公司，而個 annual revenue 咧又夠大嘅話咧，咁不妨咧都可以計一計，睇下可唔可以轉做呢個高度專門職去縮短呢一個移民監嘅年期啦。咁湯圓爸啦就嘗試咗一個最快嘅方法嚟申請呢個日本嘅永住權啦。咁拎到永住權之後咧，咁啊相對就冇咗呢個就勞限制，咁當然就要喺北海道大展拳腳啦。而我哋咧響呢邊第一件事咧就係搞旅遊業啦。咁大家喺我哋今年嘅影片內都經常見到啦，呢個 Go to Hokkaido Travel。咁啊，包車嘅業務啦，當然係我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業務內容啦。但係咧，我哋嘅主旨其實都係在於想幫助大家計劃行程，幫助宣揚呢個北海道嘅旅遊事業。咁行程咧有需要用到包車先至揾我哋都完全冇問題嘅。而且我哋喺2025年咧，仲會將我哋呢個業務咧擴展至呢個租車業務啊！而我哋咧已經同緊一個合作夥伴啦傾緊咧，將會喺呢個 Susukino 博野就設立一個租車據點。咁雖然啦，詳細就未可以透露太多俾大家聽住，但係咧，我哋將來嘅租車服務咧，就一定會係以一個最方便大家嘅形式出現俾大家去使用嘅。咁希望啦，我哋就喺呢個第2季之前啦，就將呢個 Go to Hokkaido Travel 嘅業務強化，為嚟到北海道旅遊嘅大家帶嚟更加多優質嘅體驗啊！無論喺自駕遊、包車遊或者自由行計劃上面，咁都希望我哋湯圓爸媽咧可以幫到大家啦。咁今集嘅分享咧就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對今集嘅題目啊，喺呢個移居日本上有任何嘅疑問，都非常之歡迎大家留言或者 DM 同我哋傾下嘅。如果大家嚟到北海道旅遊有需要機場接送、包車或者包團嘅話，都非常之歡迎上返我哋 Go to Hokkaido Travel 呢個網站 www.hokkaido.com.hk 瀏覽詳情啊！假如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啊！如果對我哋嘅影片或者頻道有任何嘅意見，或者有想我哋介紹嘅地方嘅話，都非常之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噶。如果想睇更加多北海道同埋日本其他地區嘅旅遊資訊，咁就唔好唔記得訂閱翻我哋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啦。Thank you，多謝晒大家，下集再見，拜拜。